姑娘何事？郎君万福，我杭儿，单名一个晴字。哦，原来是二姑娘。我母亲说，郎君是一个好人，想必家中的情形，郎君也是见着了。这病的病，愁的愁，真的如火坑里一般。姑娘莫要灰心，总有柳暗花明。姑娘，你先起来说话，先起来，先起来，起来。若能得到郎君的照拂，花姐愿以此身相报。姑娘，你先听我说。姑娘，沈其不才，实在是难当此人。我与花芷的婚事虽未落定，但在我心中，我与她已有终身之约。无论贫穷或富，我都不会负她。便是做个妾室，花姐也是愿意的。姑娘，姑娘，你是成何体统？臣妾。姑娘，你是成何体统啊！姑娘，姑娘，啊，你没事吧？二妹妹，沈郎君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花芷，你回来了。直姐姐，这个地上全是沙子，滑得要命，你可千万小心走些。沈郎君来家里探望，母亲叫我出来送一送客，没料反倒失了礼数。大姑娘，还是你替我送送沈郎君吧。今日多谢你提醒，我才把书追回来，再晚一步便无可挽回了。我帮你牵吧。不用，我自己牵回来的，不差这几步。你快回去吧。其实你不必再来了，这庄子里这么多人，靠你一个人是救济不过来的。哪怕能一时一地的帮，也只会是无穷无尽的窟窿，除了自救别无他法。况且你我之间本也就没什么关系。平时蔫不吭声，冷不丁窜出去，哼，比兔子还快呀！三夫人，晴儿也只是想替您分忧。真想替我分忧，倒是变出一个能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来救救咱们呀！沈大郎跑得如此的快，看来也是个靠不住的。还男子汉呢，趁早省省吧。不就是个男子汉，差点把我们家家当全卷完了。大嫂，你们家的纸丫头真是天上没有地上难寻的。你是怎么教出这么个棒槌，非要冲出去强出头？钱是以为没拿回来，自己倒像一个小鸡崽似的被茬子给拿走了。先不说会不会连累咱们一家老小，他自己呢囫囵着回来就已经很好了。我平安无恙的回来了，没有连累任何人。芷儿，芷哥回来了，没事吧？回来就好。我没用啊。多亏了钟书拦着，书我都带回来了，一本也不少。您先安心养伤，其他的先别过问。芷姑娘，别怪二婶多嘴，你这拼死走一回有什么用呢？那些钱财死活都是回不来的了。有用，今日若陈志得逞，明日便会有李治、王志来抢。我今日便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花家哪怕只剩妇孺，哪怕去找七秀司，也敢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。即便他们讹诈抢掠，也休想占走一文便宜，只能落得败家示众的下场。从今日起，便不会有人敢学陈志那样抢掠花家。祖母，平安回来就好。七秀司并未为难我。那快坐。这是此物干系重大，孙女不敢私藏。思来想去，还是应当交与祖母保管。
这是那天你藏下来的？哎呀，你说这纸丫头平时也不问东西南北，不是你的性情啊。祖父一生笔耕不辍，正身立言，我救不了祖父，只能救下这些纸。这些可都是不朽之作，足以传世。纸丫头，你这可是大功德。那孙女就不打扰祖母休息了。你觉得这纸丫头怎么样？老夫人，这大姑娘藏得深，我可品评不了。不过单看样子，倒有几分像当年的老太爷呢，更像您。倔劲像老太爷，优点都像我。你说的是。芍药，芍药，我给你买了好多好玩的，你看看。还有这些。芍药，或者你有什么喜欢的、想要的，我都可以买给你。是不是吓到你了？你做的药？嗯。芍药，这个药要怎么用啊？你教教我好吗？嗯。不痛不痛，都非常。老夫人怎么样？老夫人这一遭连惊带气，恐怕是伤了身子，今日总咳得厉害。先给老夫人盛。李哥，来来来，给李哥盛。娘，我不想喝。李哥乖，先喝碗粥，明日就有好吃的了。你骗他做什么？明日从哪里变出吃食来？我跟我儿子说话，要你多嘴。李哥，我们回去喝啊。慢点，芷儿，哎，你小心啊，你小心别扎到手啊。哎，小心啊，公主。哎，大嫂，说起来，沈家不是和芷儿应了亲了吗？可是到现在，他们也没有派人来退亲，不是？我在想，左右也是走投无路，看在芷儿的份上，要是咱们肯去求一求的话，三夫人别想了，沈家是靠不住了。行。油盐不进，反正明日横竖，连老祖宗的口粮都没有了。你是独来独往的，不用管咱们一家子的死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着靠别人？从前是一荣俱荣，两厢情愿，那现在咱们花家到这般田地了，谁还愿意被拽进来啊？难道咱们一大家子人都靠这家女儿养活啊？那就算是公主和亲，也没有见着带婶子带侄子的呀。哎，三嫂，
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三嫂。四弟妹，事到如今没得说，他们花家长女脸面金贵的紧，如今只有我们2个儿媳妇豁出去了。我思前想后，现在只有一条生路，只有我和你的娘家是在京里的，不向他们伸手，明日还怎么活？这事情老祖宗定然不会同意，可他老人家现在还躺在床上，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眼看山穷水尽，恐怕也只好如此了。芷儿，我知道你心里是不赞同的，可我实在不知道该找谁陪我了。不要紧，咱们回城里一趟，就当来逛逛。这条回娘家的路，我还是头一回用我自己的腿走呢。从前，我娘最疼的就是我了，她连缠脚都舍不得给我缠紧些，又舍不得让那些嬷嬷们碰我，她就自己一边缠一边哭，哭得比我还响些。还有我爹，他平日里不苟言笑的，我那几个兄弟呀都怕他，只有我可以爬上他的膝盖，拔他的胡子，他都不会生气。我出阁的时候，他们生怕我会受委屈，掏心肝的为我置办嫁妆。那抬香笼的送亲队伍呀，比这一整条街都长。芷儿，你说我该怎么向他们开这个口啊？祖父的事情天下皆知，你不开口，他们也必然知道。那我该要多少钱呀？要少了，我怕他们心里难受。想着我怎么过成了这样。思人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为什么呀？我怕你会失望。不行，不能就这样回去，两手空空的。你还不知道三嫂她那张嘴，不然我就要50贯吧，至少先把这个月的月钱给发了，稳住大家。饭钱、老夫人的药钱应该也能应付得过去。还有炭火，朵儿他们在睡梦中都冻哭了，我都听见了。还有李哥他们睡到半夜都冻醒了。这儿。父亲、母亲，我回来了，玉娘回来了。父亲、母亲，玉娘回来了，开门呀！父亲、母亲，您二老在吗？父亲、母亲，玉娘回来了，您二老听得见吗？开门呀！父亲、母亲，开门呀！玉儿，母亲，玉儿，你还是走吧。母亲，你说什么？你爹还要上朝为官呢，更何况你那些兄弟们也……玉儿，你暂且先回去吧，待风头过了，我再劝劝你爹，一定会再替你想法子的。谢谢娘。玉儿，你还在吗？您缺什么告诉为娘。娘都给你准备好，一定想办法再过些时日，找人给你送过去。
让你带的东西呢？夫人，看起来怎么样？哪位？是华府三夫人。是大小姐回来了，还不赶快报老爷和夫人！走，咱们回去。静儿，我的静儿，你可回来了！娘亲，爹爹，快进来，快进去！四婶，饿了半天了，不舒服吧？来，坐。我去给你打点水喝。芷儿，别去了。我不是胃不舒服，那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四叔知道吗？月份尚小呢，何况如今咱家这般田地，叫我如何说得出口？芷儿，我听说怀孕吃酸胃会舒服，你赶紧尝尝。你平日里聪明得很，难道没听过“道旁苦里”的典故？这红果早已过季，若是好吃，哪还能剩给我们？这叫猴渣子，它们的树干长得最快了，乡里人都砍来做柴用，它的果子还能入药呢。快尝尝。你看吧，这果然是猴才吃的。你试试嘛，说不定有用呢。真的很好吃。是吗？好酸。你快吐出来吧，这红果酸的要命，也只有我有这个口福了。我让你多吃点，我一会儿再给你摘。我打你个贼人！叫你们偷我的果子，吃我的果子要短命的，要遭报应的。我一个孤苦婆子，我就靠这个林子活命呢。一担柴5文钱，一筐红果才3文钱，每到城里要2个时辰，你们还来偷你们良心！对不起，婆婆，我们以为是野林子。婆婆，我怀孕了，这个给你。家里没吃的，胃口难受，她才摘来叫我尝尝的。我们这就走。你怀孕了？等等，给，拿着。芷儿，人生怎么这么苦啊？
拿回去吧。母亲，这就是你和爹的主意，让我把钱交给花家的人，扔下朵儿和灵儿，独自偷生。金娥，两个花朵样的孩子，我们就不心疼吗？可谁让他们姓花呢？如今你出去打听打听，谁还敢沾上一个花字？那你们又何苦再让我进这个家门？趁早把我撵出去便是了。金娥，听话。你爹为了让你回来，到处打点了多少回，让花家的媳妇儿进门，他也是提着脑袋的。你爹只是一个小小的皇上啊！娘，我怎么能就顾着自己有吃有喝呢？何况伯玉现在怎么样还不知道呢。你不用再说了，你男人横竖是没有指望，爹已经给你找好了壮士，你指日便可跟花家人一刀两断，爹会养你一辈子。可你要是想带着花家人回来住，那是万万不可呀。金娥，娘的心头肉，你就点点头吧。啊，娘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过那种不是人过的日子呢？娘，你们说的对，可朵儿、灵儿也是我的心头肉。爹、娘，你们的好意我受不起，以后也不会再来了。金娥，小姐，你也别太难过。老爷夫人一向最疼你了，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。是，他们有难处，人人都有难处，只有我是最容易的，跪地求饶是最容易的。换成以前我未出阁的时候，只要让我能待在父母身边，无论什么条件，我都一定会答应的。只是现在，我也是别人的娘了，我不能退，我也得挡在他们前面。我只是没想到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只是盆泼出去的水。蠢货，这是铜的，值得多少啊？走，咱们去买柿子。夫人，拿着。朵儿爱吃。走。都买来了，您放心啊，城里城外的书司我都跑遍了，能找着的医书都在这儿了。多少钱？这点小事，我哪能管您要钱呢？要么你把书钱算出来报给我，要么陪我去演武场练3天。30贯852文头。好，发了俸禄我还你。哎呦，那我真的不好意思。好，我收下。
哎，头，你脸上的疤好像变淡了啊。乖，芍药，再吃一次好不好？不吃病怎么能好呢？哎，你瞧，吃了药，咱们就吃蜜饯梅子。不吃，吃了病就好啊！吃了病就好了啊！芍药，芍药，芍药，你没事吧？芍药，你没事吧？来，药，听话啊，吃了药病就好了。就一口啊，再吃一口，没事的啊，听话。没事的啊，没事。说了不喝了，你听不见啊？希儿，良药苦口，若不实施原来这方子，这些年都是这样治病的。倘若因为心智幼小就要受这样的折磨，我看不如就这样懵懂一生也挺好的。她是你妹妹，你自然比我有资格做这个主。去账房支一罐钱给先生，好好的送他出门。啊，多谢，多谢王妃。希儿，你既来了，就陪芍药好好玩玩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地上凉，回屋里待着吧。哎，别动，哥背你回去啊，好不好？我帮你拿药。抓紧点，抓紧点。你怎么才回来？挨着这么高。那些药没有用的，我都知道。你懂医术，也知道自己的病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的，哥哥，我不是病了，我是怕。你怕什么？我怕我长大了，
就不记得阿娘了，不记得阿娘，这世上就没有人记得阿娘。不会的，我也记得的，一日都未曾忘记。听说你把新请的郎中给赶跑了，良药苦口啊！这是人活在世上必须的修行，没别的办法。他苦了10年，难道还要再苦一辈子吗？不成啊，就让他这么浑浑噩噩、疯疯癫癫的过一辈子吧。芍药他没疯。你说我这个当爹的，难道能害自己的女儿？你又何曾把她当成过自己的女儿？就算是养只鹰、养条狗，也会常带在身边出去见人。你只当她是灵王府的耻辱，是个见不得光的累赘。那你呢？你什么时候就把我当成过你爹？是不是程鲁贡那个人，他才是你亲爹？芍药的病，我会想办法。我亲耳听见的，周王妃院子里夜夜都有人哭。何止啊！哎，你们可别说出去啊！昨天早上我路过的，看见那砖瓦缝里都流血出来了。我听说王妃在自焚的时候还抱着西园的那位，想带他一起走呢。难不成是未能如愿，所以才发生这样的异象？这都10年了，你说，是有这事？娘，娘，你可有话要同我讲？芍药。娘，不要！娘，希儿，是我。萧逸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是来看看你的，刚好听到你喊娘。希儿，无论是害怕还是难过，都不用藏着。你是梦见你娘了，这没什么说不出口的。你是还在念着她，心中有执念。我如何心无所知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经常会想起她。倘若当时我能再与她亲近一些，倘若那天晚上我在她身边，或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就连他自焚的时候也只带了芍药一起，连句话都没留给我。或许他就当没我这个儿子吧。怎么会呢？我虽然没有子女，但是我也知道10月怀胎、分娩养育的痛，锥心刻骨。你娘不会忘记你的。
就好像你现在不会忘记他一样。小乙，那天多亏你冲进火海，把芍药救了出来。你身上的这些伤疤，都是我们两兄妹亏欠你的。换了谁都会这么做的，更何况我和你娘的情谊。当年啊，我孤身嫁入王府，只是一个测试。你娘待我像亲姐妹一样，没有让我受过一丝委屈。希儿，不要多想，也别跟你爹爹置气，好不好？他这些年都在记挂着你。啊，今日在芍药那儿，我说了些让你难受的话，托你赔个不是。一家人，这有什么呀？芷儿，你在看什么呀？这对面没有了火光，七秀寺的茶子竟然撤了。大概是看咱们实在翻不出什么水花吧。四婶，你饿不饿？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如今要说这个，那可就停不下来了。那你说嘛。我想吃金记的酸梅子，酸酸的，脆脆的，开胃口。我想睡了，梦里说不定能尝尝。那咱们回去睡吧。不能再等三婶他们想出什么高招了。四婶等不了，钟叔和祖母都病着，恐怕也等不了。哪怕只能救一时之困，也不得不为之了。沈老夫人，劳您惦记了。老夫人这几日好多了。老夫人在哪儿？我去看看。这边。你是朱氏吧？是沈老夫人。你家芷姑娘可在？我怎么没有见到她？芷儿她一早就出去了。哎呦，真不巧。老姐姐。我来看看你，这些日子，你受罪了。家里这个样子，让你见笑了。沈公和你近来可好？他为了府上的事情，也是日夜紧忧，没睡过一日安稳觉，连累你们损伤心神，真是过意不去。到了这个岁数了，没有什么不愿认的。今日你是有事要同我商量吧？你我两家情非泛泛，都是造化闹人，到没事儿，你接着说。我哪有什么事啊？你我姐妹好久没见了，我就不能来看看你？掌柜，哎，小娘子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这回不折腾掌柜了。
哎呀，那全家几十口子人等着吃饭呢，你就把自己当个精光，能够吃几天？哎，你别着急，掌柜，你行行好，多算一点啊。好，我看看。啊，姑娘，你看120文可以吗？谢掌柜。哎，好。今年的新米，大米，今年的新米呀！抱夏，你去买也好，租也罢，赶紧弄一张桌子跟一张椅子来。不回庄子了？不回，我去买一些红纸跟笔墨，过了明天就是元日了。这是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这小娘子长得倒挺水灵。哎，我认得她，她不是花家那个小娘子吗？那天她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，我瞧得真真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被抄家的那个花家呀。对，没错。哦，一门四进士的花家，就是她。这是要干什么呢？哎，这是，原来是在画桃符呢。哦，桃符啊，可惜啊。我家今年的桃符已经挂上了。我说小娘子，您这光写字哪成啊？就是。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绝活？一并亮出来，给我们大家伙瞧瞧呗。就是啊，亮一亮吧。唱曲儿会不会啊？你这小脸蛋儿，小身段，跳舞成不成啊？对呀，不行，展示，看一眼，别管。咱们回去吧，我情愿饿死，我也不想受这份委屈。咱们凭本事赚钱不丢人，继续摸。好的事吗？这害羞上什么大学？就是，可说呢。元日快到了。桃符，这桃符是什么呀？小娘子，你给我写写看，这桃字怎么写？这福字又怎么写？狮子买生桃符啊，趁早滚远点。哎呦，这嘴还挺厉害。你何必听呢？我说，再写个让大伙瞧瞧呗。是啊，让我们瞧瞧呗。写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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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写一个。借过。哎，这哪儿来的这？论笔微薄，望娘子不弃。郎君想要什么字？任凭娘子做主。悬于何处？悬于在下书房门口。写的行不行？能写出啥来呀？哎，别说写的还挺好啊，还行。这有两写的不错，是啊。好句，好字，气象何等壮阔，落笔更有二王之风。郎君过奖了。得蒙娘子不吝，下次墨笔，在下仰山轻犯，3生不谢。玩意儿？哎，你怎么撕了呢？这好歹也是拿钱买来的。哎，凑个热闹，看看小娘子就得了。花家那么晦气，我可不想贴在家里。你敢？
不过呀，他要是肯做我的外室，那我还可以考虑考虑。说的也是啊，我也不要，跟花姐扯上关系，那能是桃符？那是瘟神。哎，走，喂，我怎么着？你来一个，那我来。别写了，他们只是无聊，在作弄你。他们为无聊，我为挣钱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哎，你到底买不买啊？不买就别挡着我们看小娘子啊！就是啊，就是啊。今日，沈姬再次出嫁了。你那人说，我们本就没什么关系。不是的，我沈姬钦佩你，敬重你，从第一次在同江埠遇见你时就是如此。哪怕你不是华家人，哪怕你不是女儿身，我也想同你做朋友，做知己。当然可以啊。哎，这不捣乱吗？哎，咱们真是情深意重啊！继续。司职，有个情报。以后这种捕风捉影的消息，不用再给我送过来了。是，司职。去，买个桃符。啊？元日要贴的。是。阁下留步。往后退。请问城中的药房怎么走？你不认得我？你是抄了我家的人，那你还来问我？花家戴罪，我问他们，他们要么不敢说，要么就胡乱骗我，所以我只能问你了。你不怕我？是，每次你都不怕我。我们花家已如蝼蚁草芥，你们七秀司奉旨办案，一直紧盯我们，是不屑杀我，也不能杀我。看来今日获利颇丰啊！哎，你看啊，那条巷子左拐，看见石狮子就是了。听说沈大郎同你定过亲，如今婚事黄了，就开始抛头露面，自暴自弃了。若抛头露面便是自暴自弃，那你整日遮着脸避着人，连天光也不见，那你岂不是天下第一贤淑首领？方才还看到沈大郎来买你的桃符，真是对苦命鸳鸯啊，挺叫人唏嘘的。我与沈家早无瓜葛，沈大郎买了，满城的人也买了，难道都与花家有关系吗？这么着急撇清关系干嘛？想护着他？你恨我吗？于私，你我素不相识。于公，你和我祖父同为朝臣，阁下识君之路，花家承君之怒，只是不知来日这雷霆之怒会不会落在你头上。这桃符什么意思？你不识字啊？只认得一半。什么叫只认得一半？上半句我认得，是宋延卿的佳句。下松山悉多所思，携家人兮不迟迟。松间明月常如此，
君在游西复何时？如此情景，被你下半句一衬，风雅全无了。眼下既无明月，也无佳人。四师，你的马车是坏了吗？行得如此迟。停！停！不管怎么说，你也不应该丢下姑娘一个人回来呀。我咋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是姑娘让我先回来给你们送吃的呢。说我。姑娘回来了。姑娘，把东西都搬下来吧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这吃的用的都有了，老夫人的药也抓了，怎么还是不高兴啊？芷儿，啊，这些都是你挣回来的，至少不用饿着肚子过除夕了。大家快搬！老夫人，多喝些热汤。今日这汤里竟还有肉呢，都吃吧啊！这玩意儿搁以前连家里的狗都不吃，现在倒成了稀罕物。李哥，今天有肉，你多吃点儿。真香。可不是嘛，现在闻到这一丝丝的肉味儿，竟像是过年了。二婶娘，你糊涂了，今夜正是除夕啊。是吗？那也不知老太爷跟老爷们能不能吃上口热饭呀？好想再吃一顿团圆饭，哪怕不宜素食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。都好好吃饭，别糟践了芷儿的力气啊！快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芷儿，你累坏了吧？四婶，我今天留了5文钱，给你买了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煎梅子。老夫人配药的饴糖还剩下些，姑娘上次带回来的果子，我试着用糖煎了煎。四夫人快尝尝。好吃呀，花枝，你尝尝。太酸了。好吃的，我不吼你。浦东，你这手点石成金了。好吃。要我说呀，这比经济的煎梅子还好吃些。那梅子1包要5文钱呢。你现在知道要5文钱了。若是福东用心做，只怕经济要关门。四夫人若是爱吃，我倒是可以照着经济的口味做来试试。只是不知这些红果是哪里来的。这庄子往东3里地有一片林子，尽是红果子。你若再去摘，记得带些吃食。那里住了一个孤寡老妪。好。一老一小的，
摘也摘不了，卖也卖不掉，这才留到冬天，便宜了咱们。现在这天底下可怜人可真多，如今又多了咱们这一大家子。哎呀，过来呀，来，大姑娘，这会儿可有空闲？三夫人，请说。先下去吧。我是昨日才知道什么叫听见铜钱响，如听神仙音呢。你是知道的，从前府里就属灵儿的字写的最好。下回带上你的小妹妹一起写桃符去啊！我不去，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亏你也深得诗礼簪缨之家，这等当街卖货的丑事，连我2个丫鬟都羞于做。今日我便把话说明白了，我宁愿饿死，也不赚这臭钱。读了几句书，难不成就能吃风屙烟吗？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油盐不进的丫头？你不写是吧？不是有现成的吗？娘，这是我的早春西行图，你别动它，你别动它。什么西行东行？吃了这么多天的西北风，这玩意儿什么时候顶过饱？倒不如交给你大姐姐卖几个大钱，好歹不让肚皮闹饥荒。给我，你给我！你不就是烧它也不卖它！好啊，你烧啊！你烧！你烧！你烧啊！你有这个气性，就把它全烧了。今天不断了你这个念想，就怕你以后一门心思全吊死在这些闲事上。闲事？你从前逢人就吹嘘我多么有才学，无论我怎么劝你，你都不听。今日你倒是说了实话了，你压根从没觉得我有什么长处，只拿我往你自个脸上贴金。哎，三夫人，元日今日就过完了，过了节庆，无论是桃符还是字画，多半就冷了。我也是趁着花家摆摊的噱头，等新香过去了，只怕无人问津。这不是长久之计，花灵也不必掺和进来。这个死丫头，赚多赚少，总算是有进项。年是过了，可是以后吃什么呀？赚钱的事情多如牛毛，只怕三夫人不肯。嘿，这丫头，我未出阁时可是拨惯了算盘的，我做过的买卖比你逛过的都要多。你个小丫头，就不必指点我了。只是，经商终究是下流行当，一时救急还行，若是把它当成长久之计，恐怕是自甘下贱呀。夫人说是，那便就是。姑娘，沈郎君来了。啊！沈郎君，你来了。三夫人，刚得的消息，大理寺医沈杰先生他们俱无性命之忧。上天保佑。审结之后，花家男丁就要分批押解，流放北地。今日庞之都已出发，3日后一早，先生他们就要被押解出城了。万寿门外有个十里亭，凡是流放之人会在亭中停留片刻勘验身份。若要相见，便在此处了。只是去不了许多人，至多2、3人，不然恐怕差人不许相见。好，多谢沈郎君相告，我马上去找老夫人商量。华婶，我不便在此多留。3日后一早，我会在竹林外巷后接上3位女眷，前往十里亭相见。若有什么要捎给他们的，一并带去吧。我听闻北地滴水成冰，4、5月里雪尚未融，官人向来畏寒，如今这节气北上，如何受得了？更何况老太爷呢？侄儿昨日才买，记得运了些布匹回来。是，快要开春了，本想给大家裁单衣用的。不，把那些布匹都拿来吧，做成衣袄，记得一定要宽大些。先前沈郎君买的那些也拿来，把它拆了，里面的棉絮掏出来，续成厚衣。
你再带上几个丫鬟，多买些针线回来，越结实越好。是。除去自家的男丁，旁系的男丁也千万不能忘了，他们的家眷多半得不到消息，准备不了什么。3日之内，无论如何要做出43件棉衣出来。我们华家的男丁，一个也不能冻死在那边。是，老夫人。棉胎不要都掏尽了，要薄薄的接做3层，留1层在里头，不然爷们儿没冻死，咱们倒都冻死了，知道吗？是。若是知道啊，哪些是给老爷们弄的，我就给他铺得厚厚的。我的姐姐，你糊涂了。那老爷们的自然由夫人们缝啊，什么时候轮得上你我了？咱们这些活呀，都是给旁支男丁缝的。玉珠、红泪、莲幽，你们3个随我来。是。什么好东西回来？这么多，闻起来好香啊！他们爷儿几个快要上路了，能不能回来还未可知，总不能让他们空着肚子上路吧？我进了趟城，买了张记的炙羊肉、盛记的烧鸡，还有几坛屠苏酒。母亲，你哪来钱买这些啊？我把玉珠，还有你的那2个丫鬟给卖了。什么？莲幽、红泪，他们跟了我这么久。你凭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把它卖了？你们都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这些丫鬟本来就是我买的，现在卖身契在我手里，如今一时走投无路，把他们卖了又有什么不可？思前想后，我想明白了，与其都窝在一起受罪，偷的偷，跑的跑，倒不如都交给人牙子。一个整齐的丫鬟，卖了钱，可以供一家老小吃上半月。都围在这里看什么？搬进去呀！福东，你是我的人，不是3夫人的，别怕。可我的妻子还在3夫人那儿。姑娘，我是轮了好几手，侥幸遇到大夫人这样菩萨般的主家，才能活到今日的。若是再被发卖出去，定然是没有命活了。来，我来吧。芍药，今天开心吗？我同父亲说过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郎中来了。啊？连他们也不来了吗？连他们？郎中来，我还可以同他们吵架。郎中要是不来，我能跟谁说话呢？猫又不会说话。是啊。是不是啊？萧姨这么忙，应该也没时间陪你。那些丫鬟呢？可有你喜欢的？
那等哥忙完，每天都来陪你，好不好？我每日又能陪他几时呢？饶命啊！别怕，我去看看。见过世子。怎么回事？这些奴婢对先王妃不敬，小的奉命整顿王府。如何不敬？你又奉谁的命？这些嚼舌议论，小的哪敢再说第二遍？是萧王妃实在看不过去，这才让小的处置。去吧。是。谢。头儿，那可是林王府，您倒是来去自如。我们要是被逮的，那就别让人逮着。今晚就去，照我说的做。是。薄雨长得这么快，都不知道能穿多久。三嫂，我这儿还剩些棉絮，给薄鱼添上吧，孩子受不得冻。拿着。这橘子哪里来的？我昨日进城买东西，见着了卖橘子的小贩，本来想买几个回来，又舍不得那钱。哎呀，我心里难受，就跟着那个小贩走了很远的路。你猜怎么着？从他的担子里掉出来了一只，我赶紧捡起来。从前在府里，谁稀罕吃橘子？不说这些了，赶紧吃了吧。不，我吃它做什么？这死丫头，打量我不知道啊，成日跟纸丫头在那边鬼鬼祟祟，背着人沤酸水。我也是过来人，这就是一回生二回熟的事。赶紧吃了吧。三嫂，我真不要。福东给我做了好些炒红果，够吃了。朵儿最小，给朵儿吃吧。她在换牙，吃不得酸。三嫂，我真的不吃，谢谢三嫂。
背完一则孟子才能吃一颗，好不容易从府里带出来的，这以后啊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了。进来。二嫂，给你们家伯礼吃吧，整日被压着背书，可怜劲儿的。大嫂，你家柏林比波里大，让一让他啊。应该的，他一个小哥，哪怕悬梁刺股的苦读也是应该的，不用了。哎呀，拿着吧。大嫂，你怎么还留了钱呀？咱们苦一苦没什么，就算去要饭也活的。这些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银子，得先紧着爷们儿用。这人都说，穷家富路。山高路远的，他们好歹得有些银子傍身吧。所以，我是想把这些银子缝在衣服里面，给他们送去。你也有？前几日芷儿给我的，我们娘俩也就这么多了。那要不要跟他们知会一声啊？千万不可！之前老夫人让咱们交钱，咱们都死死捂着。这些如今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要怎么说呢？二嫂，我听你的。娘娘，你可是好人呐！愿你头山有肉，你可千万别来找我。是阎王殿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陈琴，去外边守着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你是世子？你既认得我，便是王府中人了。你叫什么？世子饶命，奴才姓董，在府上的膳房当差。你为何要在我母亲院中焚纸燃香，还泼狗血？老奴
老奴对不起娘娘啊！老奴上了年纪，明年便要离开王府，可这些年，老奴夜夜做噩梦，生怕娘娘的冤魂前来索命，迫不得已才行此下作之事。说清楚，你如何对不起他？那日正是上元节，府里到处都是人，一直热闹的深夜，只有王妃的住处寂静无人。我偷了几件银器，无处可藏，便来到娘娘的院外。我是想着先埋在那儿，等风腾过了再挖出来卖掉。结果突然听到院子里发出一声“砰”的响声，就像放了个小炮仗。紧接着，院子里便冒出了火光，我听见娘娘在喊救命。大火刚烧起来的时候，无人知晓。我本来想跑到院门口看看怎么回事，可是我看到好些人都过来，我当时吓得要死，只能跑了。后来我才听说，娘娘没能逃出来。后来我一直在想，若是我当时没跑，是不是就……后来下了场大雨，大火才灭了，娘娘的住处被烧得漆黑一片，我心里有愧。过了一阵子，便带着香烛前去祭奠，结果我亲眼看到，在那漆黑的砖瓦上结着一层白霜，那一定是娘的冤魂不散在显灵啊！今日我放你走，但有一点，当年的事你再好好想想，若想起什么，拉开这堆信报，有人会带你来见我。若线索有用，我必有重赏。谢世子，谢世子，老奴记下了。来人，带他出去。二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答谢。擦擦吧，鼻涕掉衣裳上了。喏，给你。我是跟着花御史来的。我方才在灵堂上看了好久，那些大人都在装哭，只有你真的在掉眼泪。真弄不明白，王妃是这样好一个人，除了你这个小孩，竟然没人愿意为她掉眼泪。你真的逃？那夜我在院子里迷了路，误闯到这里，王妃非但没有怪罪，还派一位老嬷嬷送我出去。我母亲向来独居，身边并无嬷嬷。你认错了。她是你母亲？那孩子能随花一阵来灵王府，要么真是同仆，要么是花家自知。如今也该18、19岁了吧？他见过那个所谓的嬷嬷吗？哦，
把他送走了。这2天我叫火把他盯紧。花家男丁今日流放，几时出发？卯时。哎呀，大嫂，我找柏林要了双鞋，得给博玉带上。这孩子脚嫩，走这么远的路，定然受不了。我谢谢您啊。啊，好，给我放好一点啊。是夫人。待沈郎君的车一到，慧兰、金娥，你俩陪我一同去。是。你个孽障！从前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，今日你竟敢公然去给花一正送行，你非要把你祖父你老子拖累死才甘心吗？怎么？我既许诺，便不能背信誓言。站住！你个不忠不孝的内孙！在我看来，花先生在金殿上直言不讳才是忠。父亲与花公同朝为官，父亲同我论何为忠孝，我也想问问父亲，何以为官，何以为人？你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！爹！哎，行了，爹，你把哥打死了，咱家就没人去应举了呀！你给我走开！爹，不能再打了，爹！这沈家小子有没有个准头啊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再晚了就见不到了。祖母，不能再耽搁了，再耽搁一定会错过。可是沈家小子不来，怎么去啊？老钟的腿刚好一点，走还走不动呢，谁来赶马车啊？是啊，这我去吧。芷儿，你何时学会赶车了？我不会，但是试试总比不试强。我从前跟着祖父走南闯北，也是坐惯了车的。钟叔每一次驾车，我也都在旁边看着。这不管是人驾马还是马驾车，跑起来就行。真的能行？只是这车上现在堆了许多东西，可能坐不下其他人了，只能我自己走一趟了。那你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实在追不上便罢了。我尽力。姑娘，你这些袄子太轻了，得有一个人压着车才不会掉下来。就你聪明。走吧，就算忘穿城门，也没人敢来这儿。等一下，有人来了。险些就没赶上了。你是花家的？一点心意，喝个茶。我同家里人说几句话。得，今儿我算是看着西喜景了，一个小娘子跑这儿来送人。继续吧。你怎么来了？他们呢？赶车的老周呢？钟叔近日腿脚不太好，这车太颠簸，我就替祖母他们来了。
祖父，这北地不比南方，家里准备了些棉衣。侄儿，抬起头来，看着我。祖父，家里出事以来，我从来都没有哭过。那是自然。我们侄儿是个顶勇敢、顶厉害的姑娘。你放心，家里现在有吃有穿，也有住的地方，大家都很好。好，我放心。爹，不离还好。家里43口人，每个人都有份，还要劳烦爹和叔父们把这个鞋带给大家。我一定会照顾好大家的。那女子是什么人？花一正的孙女儿，先前同沈家议过亲的那个。孙女儿，哼，倒比那老匹夫有趣些。真和善。罗宇，你娘还给你带鞋了呢，来，我给你穿上。我好想我娘，好想我国瑜，娘。你娘也想你，但你现在是个小男子汉了，她要是知道你哭鼻子，该担心了。侄儿，怎么样？这个是四婶亲手缝的，你要好好穿。自然是他缝的，这么歪的针脚，也找不出店儿。四婶她他怎么了？她本来要来的，被我抢了先。我来的好，可不能让他看见我这副样子。哎，你回去之后可要替我好好说几句好话啊！你就说，四叔他精神好，又想得开，一顿能吃好几碗米饭呢。仗着豪情，要被兴华磊落。哎，酸的我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四叔坐。侄儿，你记着，千崖书院后山有2棵大槐树，是你出生那年我在那读书，顺手种下。我走之后，记得让去浇浇水，松松土。记住了。四叔，这次这案子是谁办的？季秀司吗？襄王会员公监理大理寺，季秀司找回家之后，我们就落在襄王手里了。畜生！喝酒啊！我素不喝酒，但这碗酒我一定要喝。诸位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吃饱喝足了吧？该启程了啊！几千里路呢，再拖到什么时候？大家放心，
家里我会照顾好的，弟弟妹妹们、婶娘们我都会照顾好的。祖父可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，侄儿一定办到。祖父只希望你未来自己能过得快乐开心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驾！驾！这齐秀斯的人过来做什么？案子不是早就转过大理寺了？打头的那个，竟然是齐秀斯使。你要做什么？拖开他。是，不许碰他。你是来找我的吧？没错，还请花公借我说话。侄儿，快坐，我没事。新官上任，这是来寻我错了。自大清开国，今日蜀金坐镇大理寺，多我一个亲王。也不知官家是宠我还是憎我。走，去看看，他能寻出什么错来。此时有何事？花公可还记得，当年上元节灵王府那场大火？记得又如何呢？花公曾前来辞行，身边跟着个7、8岁的孩子，是晚辈，还是同仆？何故问起此事？关乎一桩旧案。年月释翻，这些年我到处奔波，换了不少同仆，都散落在四海。真记不得司使说的是哪个。先生可否再仔细想想？若是有意隐瞒，倒叫我有些好奇了。司使，问献王殿下安。这案子接在我手上，今日便来看看。不料司使也在此，真是巧啊。听闻殿下勤勉，果真是事必躬亲。小王心蒙生恩，自要昼贤夕替，不敢有负管家。不知这些犯人是如何触犯了司使，先让司使亲治啊。犯人出城，例行搜查而已。陈情，搜。是。司使有所不知，犯人出城之前，殿下已命人细细的查验过了。大理寺嚣张是吧？也非给你搜出个错漏来。本王还有事，司使请便吧。这2个虎狼相争，倒拿花家人来回折辱。好，有东西。银子。啊！这也有。先王殿下恕罪，我等失察，自愿领吧。这就是殿下所谓细细查验过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将这人给我拿下！是。哎，姑娘，这些名医是我带来的，他们不知情。
民女有罪，不敢欺瞒殿下。此时可听见了吧？竟是位莽撞的小娘子。说起来，我与司使今日的误会，好像是一段风流佳话了。殿下请便。殿下，这小女子该如何处置？她有什么大忌？别拿来问我。是。将这刁女子押回衙门，打10个几杖，放了。是。不行！这银子是我的，你们不要亲手的，放开他！姑娘，十二，放开他！12，放开他！慢着。3000里北上是官家定的，可这人是我戚秀司拿的。今日我便把这些性命交托于你，若是路上少了一个，就拿你的命来抵。是。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啊！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。头儿，那咱们回司里。我另有事做。爹，刚才若不是纸丫头站出来说这10几仗，恐怕大哥他们会有性命之虞。不过看今日这行径，纸丫头并无大碍。那献王定是要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的。我并不担心他今日的皮肉之苦，我只担心他的将来啊！哎，你们小心！纸丫头是有本事的，你放心，有她在，家里人不会有事的。侄儿是有本事，正因为他有本事、有胆识，做起事来会把自己逼到刀尖上。华家已经绑不住他了，只愿苍天待他不薄，从今往后，叫他逢凶化吉，欢乐美满。走吧，3000里路不好走啊。侄儿都不怕，咱怕什么呀？前途尚有关山万里，痛快！君不见，夸父逐日窥鱼烟，跳亮北海超昆仑，披霄绝汉出汉莽，撇列左右移星辰。怎么只有你一个回来？纸丫头呢？那天茶子忽然来搜身，我不知道怎么的，我看见从大老爷、二老爷袍子里搜出了夹带的银子。天杀的！他们是有心栽赃我们吗？家里穷的连蛆都不生一只，哪还有银子往袍子里塞啊？三夫人，我看得分明，那钱真的是从袄子里掉出来的。你们，只是结果如何？后来来了一个大官，身后跟着一个老宦官，说要把大老爷和二老爷抓回去。姑娘见了，说跟他们没关系，然后就要替老爷们顶罪。现在老爷们已经出城去了，但是夫人，姑娘被抓走了。我的侄儿。
伤势如何？病人是你家娘子？是，先生放手医治便是。这便好说了。你看这手杖，你二人不是夫妻？虽有婚约，尚未过门。年轻人呐，等你们往后有了夫妻之实，就不必这么害羞了。先生说伤情吧。这杖伤虽看着吓人，也着实受罪。不过好起来也快，只是现在需要先清理伤口，再敷伤药。有劳先生了。娘子忍着些啊，这伤口不清洗干净，日后会溃烂的。哎，别扯，别扯。先生留步，多谢。回家后，郎君需好生照顾姑娘。若是陌生男女问诊，怕有不便，这才撒了个谎，见谅。明白。那日过后，七秀司有没有再为难你？没有。我还以为你回北地了。我在皇都寻了份差事，不回去了。在北地待久了，在京里待着，会不会觉得闷？说出来不怕你笑话。刚回来那几天，我感觉连气都喘不上，处处被拘束着，就像被关在笼子里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习惯了。我刚才看你从衙门里出来，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仕路多艰，看来我们运气都不好。你若是想回去的话，我可以送你一程，就当报答当日搭救之恩了。不必客气。我只是想随便走走。那刚好，我近来无事，可以陪你随意走走。你受了伤不方便，上马吧。遮一下。你怕是遇到难事了，却不是衙门里的事情。何以见得？受了伤不回家，却来山里，难道是要来自寻短见？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只是有些累了，走不动了。倘若你在一艘船上，这船行在海里，船上的纲手、舟师都离开了，只留下一车哭哭闹闹、吵吵啼啼的渡客。听着不太妙。可不，你知道，倘若你也走了，这船必定会卷进漩涡里。你一时心急管了，这群糊涂客把你害进了衙门，打得皮破肉绽。哪怕你跟他们说我有方法，听我的，他们也不相信。你若生了翅膀，不如振翅飞了。天宽地阔，就不用再操心水里的事了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这船上的人，同你亲近吗？虽说一起在船上生活了好多年，但其实都是各过各的，除了骨肉至亲，来往的也少。和你最亲近的纲手已经走了，之前都是他在这里苦苦经营这艘船。倘若真的弃之不管，心里会愧疚。那倘若你把心一横，劫了这船呢？那可是好大一艘船，好多的人。要是我一个人掌舵，怕是会累死。但我也害怕自己的一片苦心，
白白浪费。我就不该问你，原本是一个人犯案，现在倒好，变成2个人都犯愁了。要是这么犯难，不如志同钱吧。这世上千难万险，能用钱解者10之8九。你带刀了吗？我来吧。酒。是四叔的字。成明2年冬，长兄平与得女，眼明如秋水，玉雪殊可爱。女直方牙牙学语，见人则哭，见鱼则笑。及长，常随于衣，如小犬随人。余闻男人有女，既大酿酒，既露，亦于坡中，不复发矣。侯女将嫁，因觉颇土，取供贺客，男人谓之女儿酒。阿指上幼，余无以为赠，为积钱买10洞春酒18坛，亦于青崖北坡下。但愿阿指平安长成，无忧无虑，家得家训。这些酒已经埋了15年了，才想起来家里人买了几坛酒，挖来看看。只是看看。我想把这些酒给带走，郎君可否帮我？娘子，这些酒拢共能当170贯，这是17张交子，您收好。我单取2贯钱。好。怎么还留了1坛？这坛酒送你了，全当是陪我同游的答谢。谢了。这又是？总不能叫你白白出力气吧？你刚归京不久，生计不易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你人还怪好的。你就不要打趣我了，还要劳烦你把这车还回去。那你呢？我就先回去了。天不早了，坐车回吧。不了。花府查封多日，你现在没了住处，身上又是钱又是伤，怎么回去啊？你怎么知道？花相公获罪，举臣皆知。初见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。上车。这儿没有人烟，道路颠簸。你要是坐不住的话，
就算有人看见，我也实在是撑不住了。再坐一会儿，恐怕要栽下车去。这里也没有树可以靠，只好借一下你的肩膀。对不住了。这些是你陪嫁的酒吧，都给当了，以后你怎么嫁人？送了你那么一大坛，都堵不住你的嘴啊。那你怎么就这么放心，让我来帮你挖这个酒？不放心也没有办法，家中尽是妇孺，没有一个能出力气的。别说是搬酒坛了，纵然是挖，也挖不了几寸。便是有，我也不敢让他们知晓。知晓会如何？一来家中人多口杂，立刻会走漏风声；二来这些钱到了他们手里，不知道会使到哪儿去。无功倒还好，要是再闯下祸，我可遭不起第二次罪。多奇怪啊！家里这么多人，竟不如你这个生人来的可靠。你就不怕我谋财害命？这些酒可值不少钱。便是不找你帮忙，我也会去雇几个力妇，还不见得有你可靠。方才我从衙门出来，满身血腥晦气，也只有你停步问我。我还是头一次知道，自己原来是个大好人，就是蠢了一点，被人骗来做了苦力。其实，可以先不急着做决定，给自己还有亲眷们一点时间。有时候越是亲近的人，隔阂反而越深，就像隔了层纸，非等纸破了，才能看到彼此的真心。为何忽然这么说？我生平最后悔的事情，便是年少时疏远了至亲的人。那是谁啊？我母亲。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了，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。我姓燕，单名一个西字。燕西。今天谢谢你，我睡一会儿。这到处都没人影儿，你说纸丫头会不会被拍花子的拍了去？哎呀，别乌鸦嘴了，青天白日的，哪就能丢个大活人啊？要不明日去城里人牙子那儿问问消息？我现在就去。哎呀，别！大夫人，大夫人，你去哪儿啊？都这么晚了，这会儿倒有力气了，当初就不应该费劲缝进去。三嫂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当初我们也没坏心啊。哼，早先老夫人叫交钱，我是喊得嗓子都哑了，也没喊出你们兜里那仨瓜俩枣啊。现在可好了，都便宜衙役了。当初要是交出去，也不过是便宜了茬子，我看也没什么分别。哎呀，你有能耐，你倒来管家呀，成天绕着孩子打什么转？三嫂啊，都是我不好。姑娘回来了。芷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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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苍天，你总算是平安回来了。我被衙门打了10几仗，算不得10分平安。啊！他们为什么罚我，母亲能不知道吗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是不愿意跟我说实话吗？不是，如果当时我同你说，你定然是不会同意的。他向来是个没主意的人，儿婶，这都是你的想法吧？大姑娘，又何必这么说呢？若你嫁了人，也会心疼爷们儿的。只是你们全然不知什么叫做流放，什么叫做北地。出了城，过了关，一到昆山尽是土匪，几个大钱就能要一条人命。
你们都以为那是保命钱，那是夺命钱。不是已经搜出来了吗？那幸好是被搜出来了，我踢着挨了一顿打。那要是父亲二叔落回了献王手里，他们还能活着回来吗？以后你再也不要把银子给我了，我再也不拿钱了。横竖都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我就不该把钱都给你。纸丫头，你要论道理，去找衙门论，别跟家里人论。三嫂就是话赶话的，这个家就不是个讲道理的地方。我早就知道了，我累了。哎，你这丫头伤成这样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赶紧躺下来养伤啊！你。头儿，你回来了，老远就闻见酒香了。眼睛贼得很嘛，这么小的碎银缝在袄子里都能找到。那可不，咱从小就生了一副好眼睛。眼睛这么好，不用可惜了，送你个好差事。哎呦，那谢头。从明天起，不用在司里卯着了，给我换班盯着花家。花家，盯紧一点。若是再出现今天这样的祸事，提着脑袋来见我。是。还有，去一趟永昌当铺，今日收档的17坛酒，只许赎道，不许变卖。是。四婶，你愿不愿意同我一块儿走，单独过火去？咱们还得带上包下塔嘛，免得被三夫人发卖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些啊？从前我总是下不定决心，要顾着花家的门楣，顾着祖父母亲，乖乖地长在笼子里。如今什么都没了，但只要我还是花家的孙女、女儿，他们就当我是不顶事不吭声的小丫头，连薄邻薄里的话都比我要谨些。不破不立，我不能再关注自己了。原来我们侄儿是觉得委屈了？不是这样的，四婶，这人本来就是要自个儿长大，自个儿寻路，自个儿生老病死的。这旁人能同路的就同路，不能同路的就散了，何必非要拉拉扯扯的呢？你从来都比我想得多，想得明白，你说的都对。可方才三夫人有一句话，家里不是论理的地方。你才刚回来，不知道这一日家里都闹成什么样了。老夫人因着你的事儿，豁出脸去叫苏嬷嬷进城去托人。老夫人说，已经到这天地了，除了人再不剩什么。说是一屋子长辈，连个小孩子都保不住，就白活了。不能为了爷儿们把你一个小丫头给搭进去。你看看这会儿，你是不是就比爷儿们紧要多了？我再同你讲，苏嬷嬷带去疏通的钱，都是三嫂偷的，旁人也真是一文都没有了。三嫂卖了玉珠，又心疼又同自己怄气，夜里还偷偷掉眼泪，剩下一点钱都想拿来救你。他拿了多少钱，我都可以还给他。你个死心眼儿，这哪里是钱的事儿呀？我再同你讲，一早报下回来报了信儿。大夫人你是知道的，两脚没沾过泥，出了门连南北都分不清，更没同生人说过话。我都没想到她真能摸到衙门去，吓得哆哆嗦嗦问你的去向，又一路哭着回来，脚都走肿了，说你从衙门出来就没了踪影。钟叔站都站不起来，拄着棍子就要去寻你，大家伙都急坏了，上上下下都进城去寻你。家里只留下我照顾老夫人。他们都去了，那不然呢？你是自家人，难道丢下你不管？三嫂把丫鬟们都带走了，二嫂数年如一日，天不亮就压着脖里去读书。今日啊，连这功课都舍下了，晕头晕脑跟着去寻你。秦姨娘最好笑了，要去庙里问卜，病急乱投医，拜了个送子娘娘庙，被三嫂啊一顿数落。没有人告诉我这些。
他们都是长辈，为小辈奔忙是应当的。若拿到你面前邀功，那多没脸面呀！三嫂那样的人，这辈子哪儿低过头呀？所以啊，我只想叫你知道，你想的都没错。可一家人过日子，有时真没什么道理可言。他们都是内宅女眷，是没什么本事，但独个儿遇到事儿了，回过头来至少有人在家等着你，替你着过急。我知道了，四婶，你容我再想想。这哪来这么多被子？给你你就躺下，问这么多干嘛？我不要，拿走吧。别乱动！小小年纪就这么不听话，板子打在身上血淋淋的，就敢往稻草上睡，寒气入了肺腑，就别想好了。芷儿，就听你三婶的吧，这些日子行住坐卧你要注意些。我跟你二婶睡一起，挤一挤还暖。那玻璃呢？李哥可以同柏林一同睡，都这么大了，也该封床了。对，我俩挤着，一点都不冷。直姐姐，你快趴下吧，你这伤我看着都疼，不垫后些怎么睡得着？我跟姨娘一块睡，不冷的。是啊，芷姑娘安心睡就是了。你就睡下吧，等你伤好了，把被子洗干净。等你伤好了，把被子洗干净还回来便是。快躺下吧，小心点啊！哎呀，轻点。疼不疼呀？你方才发火倒是挺威风的，现在知道疼了？你别动，我帮你把血衣裳脱下来，裹一裹伤口。伤痕已经裹过了。怎么样了？换了药，已经睡下了。你也快睡吧。你说我是不是老糊涂了？竟然答应让他一个人去送行。年轻人身板壮，不会有事的，你别太担心了。对了，府上带那养荣丸还有吗？有，只是不多了，只够您再吃个3、5日。我不吃了，给芷姑娘送去。那她年轻，不能落下病根儿。是。芷儿心思重，这一趟恐怕伤的不仅仅是身子。芷儿，怪娘不好。大嫂，这事儿都怪我。
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住纸丫头。唐二嫂，都过去了。这白日里啊，我是碍于面子，一句软话也不肯说。纸丫头委屈，也是应该的，别难过。你自问问，哪里像个做姑娘的，哪里像个官宦闺秀？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实在追不上，便罢了。经商这不就是下流行当？若把它当成长久之计，恐怕是自甘下贱。纸丫头，这哪来这么多被子？给你你就躺下，问这么多干嘛？给你们家薄礼吃吧。省得被压着背书，可怜劲儿的。你莫要胡说了，你一未出阁的女子，怎能同那些商贾们讨价还价呢？以后你再也不要把银子给我了，我再也不拿钱了，横竖都是我错了。你就睡下吧，等你伤好了，把被子洗干净还回来便是。他们都是内宅女眷，是没什么本事，但独个遇到事儿了，回过头来，至少有人在家里等着你。替你着过急，有时候越是亲近的人，隔阂反而越深。就像隔了层纸，非等纸破了，才能看到彼此的真心。只要找到正确的那颗心，最终就能抵达去处。祖母，纸丫头，今日可好些？好些了，有件事情想和祖母商量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，你是想甩开你娘和三婶儿，独自去做事儿？我想掌家管事。为何呢？我知道一条路或许能走得通，这条路能救我们，也能救祖父他们。你说说。大清刑律29卷第65条，除10恶以外，视杖徒留死，皆可准许救赎。依刑之轻重，救赎以同。需多少银钱？徒1年20万钱，留2000里30万钱，滞留3000里50万钱，绞与斩120万钱。43人，每人50万钱，2150万钱。
2000多万钱？纸丫头，我知道你懂得多，也是一番孝心，可这个数，我就直说吧，就是痴人说梦。莫说如今这个田地，便是从前府里卖房卖地，算上老太爷、老爷几兄弟的俸禄，也绝计攒不出这些钱来呀。是啊，那纸姑娘年纪小，哪懂得您张家的难处啊？哎呀，我的大姑娘，现在皇都寻常人家，那夫妻俩日夜做工，每月只赚那1、2千钱，吃饭穿衣那剩不了几个子儿。1、2千也是难得了，我娘家每月才500钱过活呢。是啊，这现在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吃饭，还有邻哥里哥要养，怎么才能从牙缝里省下这2000万钱啊？老夫人，芷儿呢，她也是好心，您莫要怪她。芷儿，年纪还小，让芷儿说。眼下叫我掏出这笔钱，或者给出一个一步登天的招数，我的确没有。别说你呀，就算财神娘娘下凡，也变不出这么多钱来呀。但方向还是有的，只要认定了，就一定会有办法。什么法子？纸丫头，这事儿可不比你赶车送行全凭胆大。莫说千呢万呢的，就说这个月的脚屎，你也变不出来呀。今儿早上煮粥，可是一点米都没有了。鲍夏，你带着银珠缠露拉上车去趟城里，把这个月的吃用都买下来，剩下的按照旧例2成分发给下人们当月钱。姑娘，我这就去掏车，立时就出发。去吧。哪来这么大张饺子呀？这10两银子呢，怎么嘴皮子一碰就给下人们分了呢？赶紧叫他们回来呀！不止他们，祖母、婶子、弟妹们都有月钱，这月花了，下月还有。以后我们就有零用钱了。哎呀，你呀，你做不来的，赶紧给你三婶赔个礼，还请她掌家，快呀！祖母，我掌家1日，便保上下1日月里花销，为期3月。若我做得不好，约双手将账本还给三夫人。放晴了，昨儿还压着一片云头呢，喜是昨夜叫风给吹散了。芷儿，过来。祖母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其他的事情，我眼下确实不知。我不是要问你，既允了你当家，成败对错就由你承担。不过有一件事儿，需要你做个决断。是同沈家的亲事。我孙女儿。祖母，请替我写一张帖子与沈家退亲，从此以后花家自谋生路，不依靠别家。我也明明白白长我的家，走我的路。这帖子我不写，我要亲自带你去沈家退亲。这丫头，走。祖母，我驾车不熟练，你可会觉得颠簸？挺好，想着晚上多给我加碗米饭啊。以前出门坐马车呀，都是有棚带盖的，窗户小憋闷得很。今日这一趟，一目千里，心里也开阔。花老夫人求见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呀，逼都逼不及，你还叫他们进来？你懂什么？
花家那一老一小谁不认得？若是在门口待久了，肯定会坏事。夫人，我不方便出面，一会儿不管他们来做什么，打发走他们便是。我吵什么？母亲，母亲，他们是吃人的老虎不成？老妇弱女，也把你们怕成这个样子，你要躲便躲。我来招待花老夫人。夫人，老姐姐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这便是你家大姑娘吧？正是。夫人万福。老姐姐，大郎还未放衙，只能由我婆媳2个招待亲家，怠慢了。沈大郎步步高升，官家倚重，自然无暇招待闲客。这样也好，没了男人，咱们娘几个正好说说提己话。请。老夫人如今住在庄子上，想必不比城里。有什么缺的短的，我派人给您送去。啊，或就今日用板车拉回去也成。庄子上虽清苦，有我孙女在，倒也不缺吃喝。我听说了，芷姑娘当街卖桃符，这皇都里啊都传遍了。我也听说了，多亏了你家琪儿帮衬，真是个正直仁善的好孩子。当年老太爷定下的这门亲事啊，没看错人。啊，七哥儿明年正是要科举，如今啊，正是用功的时候。这门亲事，这门亲事就算了。老姐姐，今日登门打扰，本是不该，可我觉得做人做事应该有始有终。那日你去庄子上是碍于情分，可我不能装聋作哑。如今你我2家云女殊途，这桩婚事不合适。今日我替老太爷做主，收回这桩婚约。我们2家本是世交，是我们沈家对不起你们。不过是时过境迁罢了。不过还有一事，当年议婚之时，你家随曹铁送到花家的礼物，都被抄没了，如今难以奉还。哎呀，不必再提了，有债必还。今日花家还不上，未必将来还不起。芷儿，2位长辈看看，可还少了些什么？我舔言写了这张欠条，收好。老姐姐，你要臊死我呀！账是账，情是情。芷儿，我们不打扰了，你多保重，千万留步。花芷来了，来退亲。琪儿，花芷，沈郎君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君子有信。无论我祖母、父亲、母亲是如何说的，我沈清都会守约如初，不离不弃。沈郎君，不是的，
是我自己要退婚，无人逼迫我。你不想和我成亲？沈琪，你是个顶好的人，将来不管是哪个姑娘嫁给你，都是此生的幸事。多谢你倾囊接济，也多谢你买我的桃符，多谢你追出来同我说那番话，这一切我此生都会铭记。快回去吧。是姑娘，那以后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吗？当然是啊。走了。我来吧。我行。桃儿，难怪花家娘子不要女儿酒了。她今日和沈家退婚了。我在那儿盯了一路，那沈大郎还一瘸一拐的追过来，两个人难解难分的，不知道说了点啥，最后还哭得稀里哗啦。他哭了啊？那可不。那你说一个大男人为个小娘子哭，还真是。啊，那个头儿，那些酒既然您吩咐了，我觉得事关重大，我觉得放在铺子里不妥当，就让他们都叫回来。嘿嘿。福东做的越来越好吃了，把我舌头都养刁了。你尝尝。好吃。芷儿，你今日真吓了我一跳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哪来这么多钱呀？私塾给我备的出嫁酒被我当了，这是一半的钱，你拿着。这是你的嫁妆。婚都退了，还要他做什么？这些钱我先替你收着，要用时知会一声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芷儿，值得吗？为了这一家子。四婶，其实我没有那么无私，我只是想明白了，与其躲着，不如往前。我要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做我想做的事情，不只是为了你们，也不是为了祖父，更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只有走出去的这一步，才能越走越广阔，越走越痛快。也许有一天，我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，不用依靠祖父，我也能游遍山水，游历寰宇。那到时候你要写信给我，告诉我山海都是什么样的。好啊。莫说那些远的，就说你如今的差事，这些酒钱，点不到半年就耗光了，生计究竟在哪里？就在这儿。不行不行，怎么不行了？四婶说好吃，柏林玻璃也说好吃。我是自己瞎琢磨的，都是上不了席面的手艺。这眼下也没有席面要做啊，等以后有大席面了，你再犯愁。姑娘既说了，那我便试试。若是不行的话，不行的话也没关系，我多的是办法呢。迎春、抱夏，每日晨采红果，摘梗挑拣。银珠专司讨喜，蝉露、蜜秋挑八去籽。折桂负责添柴火，福东揭秘做果子，做完才能各自去休息。这天气还凉着呢，用冷水淘洗野果，这种活你怎么不让你房里的丫鬟干？好，迎春、抱夏，那你们两个专司讨喜，你负责采红果。
自今日起，做得好的月前翻番，若有错漏，月前折半。都去忙吧。是。人不大点，使唤起人来倒利索。由他使唤吧，就当是小孩玩过家家。我也落几日清闲，待他碰了鼻子，就知道管家的困难了。这么多现钱，也不知他从哪儿来的。回头让宝珠问问，那这个钱要是来路不正的话，惹出很多麻烦的。哎呀，我呢就是有这操不完的心呢。走吧，咱们回去再睡会儿回笼觉再说。要有止血药，走走，我带你去找一找。好疼啊！哎呀，这么多红果，都洗完我手都要冻掉了。地方挖好。哎，停！鲍夏，你这么洗不全坏了吗？火太大了，蜜糖手都烧焦了。我从前只伺候里根笔墨，我哪干过这种活儿啊？算了，你去休息吧，我自己烧火。那是最好。那谢谢不动姐姐。这个纸姑娘，真会变着花样造件东西。嘿，味道同从前一样好呢。好什么呀，酸死了！不对，是太甜了，这样吃多了会腻的。你们怎么都闲着呀？红果呢？姑娘，我刚去叫银珠和禅露，他们说三夫人的活还没干完呢，一直没回来，就没人去背红果。那就都扣一日的利钱。迎春，从今天起你就不必讨喜了，你就做个监督，有偷懒耍滑、出漏出错的都报给我。包夏，跟我去摘红果。头，花家旁支这几日都陆续押送出城了。照您所说，要找的人应当17、18岁。我把队伍里年轻的都审了一遍，没有一个人小时候去过灵王府。那书童既不在流放之列，便是家仆之类的。如今花家仆从散尽，想要找到他的下落，恐怕如大海捞针。花指回去也有2日了，不知道伤养好了没有？这么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我认得你，你是那个当兵的。我还多余了呗，不能听呗。那日回去路上，你一直心神不宁的，后来有什么麻烦事吗？那时候没有，眼下倒是一堆。是吗？那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？有啊，我还有这么多红果要摘呢。看来最终还是没能下船，想通吗？下船了？借你吉言，我现在是个临时的纲手，掌风使舵，眼下只是琐碎，未来还要往险中行呢。不是当兵的呀，到底是卖船的还是卖床的呀？哎呀，姑娘，你们在这摘果子啊？林婆婆，
福东做了些糕饼，你拿回去吃，很软的。又给我们那么多好吃的。哎，这个，你先赶紧回家好好吃饭，过几日再给你送来。快来，谢谢啊！谢谢，赶紧回家吧。谢谢啊。你认识他们？都是挣扎着生活的人，见着了怎能不管？他的女儿女婿都病死了。包夏，走了。嗯。怎么让2个姑娘出来干活呀？你们家男仆人呢？都跑了。老的少的，一个都没留下。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想来我家谋生啊？我可发不起月钱。这样，等你发得起月钱了，提前告诉我，我马上上门。看来这次回京没有谋得合适的差事。是没什么合适的，给人当打手，整日狐假虎威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还活得下去。来日方长，总会顺心遂意的。那我也祝你行船顺风顺水。走了。走。姑娘，我看他脸上那个疤，就不像个胡人。我不觉得。林珠，三夫人那儿忙得不可开交，你倒有空来做闲差。我这就去。哲贵，你们也过来。三夫人说想帮忙的都过来。哦，好。哦。哎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夫人们从早到晚没有事忙也需人伺候，难不成要一一与你禀报？婵露，你的月钱可是大姑娘发的。迎春姐姐，求你别难为我了，我的身契还在三夫人那里呢。浦东，三夫人说老夫人午饭想吃精米粥，叫你赶紧做。好，我先来做。这时候还早，不着急啊。姑娘，我听银珠说，三夫人嫌家里的丫鬟多，闹哄哄的心烦，还说几个小贱人整日扎在灶房里，不知偷吃些什么，说要再罚买几个。姑娘。真是稀奇，当家的娘子亲来送饭。我又有事情要求祖母，自然得殷勤些。我料到了，说。祖母，先尝尝这腌菜。清淡还爽口。这都是福东在后院摘的，自己琢磨着腌的。这手小的丫头原来是你房里的吧？有什么事儿啊？别绕弯子了。祖母，我想要回丫鬟们的身契，不然福东就要被三夫人卖了。那怎么行？纸丫头，你把我们大家都叫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李哥的诗书还没背完呢。等三夫人来了，大家就知道了。纸丫头，自古船多不爱路，你倒好，算计到婶子兜里了。
三夫人放心，今天谁也占不着谁便宜。芷儿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还是请你三婶保管为好。娘放心，从今以后就用不着了。你们的生气都在我这儿。自府里被抄以来，奴婢、姨娘，咱们互相扶持，彼此都是见证。这些日子你们很为难，我也都知道。但如今既然是我掌家，我也就不会再装聋作哑。无论是老夫人、三夫人，还是我，管得住你们的手脚，也管不住你们的心眼。倘若你们打从心底厌烦这里，不想干活，我留下你们也没有用。求大姑娘开恩，别卖我，我再也不敢怠惰了。大姑娘，别卖我们，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干活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发卖你们？我今天拿这些契子，就是要给你们自由。真的呀？纸丫头，你说什么胡话呀？这天底下只有天生的男女，没有天生的奴婢。时乖命喘，沦落至此。若能得到自由身，谁愿意为奴为婢呢？我说到做到。我费尽了心力去调教这些丫头，好不容易她们都不逃跑了，你上下嘴皮子一碰，这就什么都没了。那三夫人以后就不必劳心了。可是你放了奴婢，以后谁给我梳头，谁给我穿衣啊？花梨妹妹一双巧手，能画丹青，能绣花鸟，难道穿衣梳头这种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吗？放下，给大家分礼。大家快来拿呀！不是我的，再拿这个是我的，是我的。你这丫头，你失心疯了呀你！你们。轻一点。这契子扔进了火里，就化成了灰，从此海阔天空，大家来去自由。我也向大家保证，我绝不会报官。若是想走，赶紧走；若是想留，可以把自己当做雇工，我照样每个人发钱。只不过大家都要想好，这关系到你们的前程，不要后悔。前途艰难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，只有我们齐心协力，才可以寻到活路。放下。我这一把年纪呀，今天看见了这个稀奇的事儿，志哥好样的！姑娘，我想好了，以后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就跟着你。我也不走了，还在厨房做事，行不行？好。蜜秋，你这是要走啊？小姐对蜜秋的恩情，蜜秋都记在心里。可是我，快起来！你这离了庄子可有地方去？我哥哥在永州有几分田地，我母亲也在那里。好，你去找迎春支上一份钱，路上小心些。姑娘，姑娘，走走呗，哭给谁看呢？真是。去吧。
给。迎春，你也想走，对吗？胡说什么呢你？你比我们都有主意，就算不做丫鬟，也定能有个好的前程。不做丫鬟又能做什么呢？嫁人呢？你长得俊，嫁个种田的、打鱼的，饿不着肚子。若是能嫁一个行商的，说不定日后还能穿金戴银呢。迎春，我先走了，你也快收拾收拾吧。保重。好前程，便是嫁个好人吗？迎春，姑娘，我一直想问，这段日子我们洗红果、煎红果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本想之后跟你们说的，包夏他们还不知道呢。待福东把煎红果的方子定下来，咱们就拿去城里卖。啊，这红果城里人人都认得，是无人吃的烂件东西，怎么会有人愿意花钱买呢？你只管做得好吃，掏钱是他们的事。姑娘，然后呢？9层之台起于垒土，咱们从卖红果起，一步步把生意做大。姑娘说的法子，便是从今往后举家经商。这用贫求富啊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。咱们既要赎回祖父，只有这条路。行商就好比行军打仗，从前你们都只在内院做事，以后都要做带兵的头领，冲锋陷阵。咱们一起在皇都闯出一条路来。好，我陪姑娘一起。还有我。宝珠，宝珠，我的衣裳破了。夫人先放着，我洗完红果就去找针线。银珠，快来帮忙！哎，来了。来了，快尝尝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很好吃。好吃的，夫人。小丫头，竟跟老娘使这招釜底抽薪！三夫人，夜里总听见老祖宗您咳嗽，苏嬷嬷耳背，我这几天就在这儿睡，好伺候您老人家。